男人只是起身去上个厕所的功夫，就错过了电视台播出的一条紧急通知：一种类似狂犬病的病毒突然出现在各地城市里，感染者会在数十秒内失去意识，变成丧尸。然而小帅却刚好错过了这条消息，他开车来到超市准备购买些物资，而等他来到超市后，发现大家都在大量的抢购食物。他虽然疑惑，但还是跟着多买了几天的伙食。晚上家中的姐姐就给他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严肃地对他说，前段时间突然出现的神秘病毒军方已经无法控制，今晚他接到内部消息，让他明天带着家人前往军方基地里避难，幸好明天还有最后一趟航班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小帅就带上小花猫驾车离开了家，然而还是来晚了一步，所有的航班突然停止了接待乘客，并且在这一刻他们所有人都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政府通知大家留在家里自我隔离等待通知。紧接着小帅的姐姐打来电话，让小帅赶紧回家躲起来。没多久，暴乱的人群很快就失控，造成混乱。小帅看着空中飞过的战斗机，意识到此地不宜久。走了半天，小帅终于回到了家，却发现邻居家被大批武装人员包围，并且还布置了隔离通道。紧接着他就发现邻居被2名武装人员强行控制。小帅看到这一幕瞬间傻眼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小帅被电话铃声吵醒，姐姐告诉小帅，各国已经陷入混乱之中，政府为了保护群众的安全，决定建保护区，将所有人集合管理。然而姐姐知道，人越多的地方越容易出现感染者，并且军方还会派人去搜查隐藏的幸存者，所以姐姐让小帅躲在家中藏好，等待他的消息。很快所有人收到前往保护区的通知，为了让自己有充足的食物，小帅来到超市准备搜刮点物资，然而只有一些零散的猫粮和饼干在货架上。大量的战机从头顶呼啸而过，紧接着一名手臂受伤的警察朝他跑了过来，接着远处传来求救声，一名警察被人扑倒在地上撕咬。小帅跑去抄起拖把就要上前帮忙，感染者突然朝他扑去，一声枪响，感染者倒在小帅的怀里。紧接着之前受伤跑进超市的警察也发生了变异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回到家的小帅学习网上的防盗教程，立即动手给围墙装上铁丝护栏，给门窗加固。当晚就有大批警察集合搜寻幸存者，他们派来大巴，准备将所有居民送往保护区隔离。很快小帅就从监控看到警察闯进他家院子，随着所有居民的撤离，城市也演变成一座空城。小帅在家中待了半个多月，耗尽了食物，他也跟姐姐失去了联系。小帅并不打算坐以待毙，他带上钢丝护臂和一把鱼枪，冒着被感染者发现的风险敲碎了一家的房门。然而小帅连续找了好几家，都没有发现食物的踪迹。在小帅不懈的寻找下，他意外闯进了有主人的房子。老人对小帅说，他的儿子将孙子带走后，仅仅半个小时便失去联系，而他又因为双腿残疾，没能赶上军方撤离的大巴车。没过多久，小帅通过老人的指引找到了少许食物，还意外地找到一辆被封藏的越野摩托车。有了摩托车，小帅在居住区里快速穿梭，期间小帅没有碰到任何一个感染者和幸存者，也让他慢慢地放下了防备。随着小帅每日的寻找，他们搜集的食物越来越多，并且还找到了2部对讲机，他将一个给老人，方便他出去的时候联系。就这样他们互相照顾。这晚小帅的对讲机收到了老人的呼叫，老人说他通过收音机得知，军方又派出部队搜寻幸存者，虽然那里并不安全，但他们的食物坚持不了多久。小帅决定带老人去试试，然而老人认为自己只会拖累小帅，说完之后便没了声音。小帅并没有打算放弃老人，然而等他第2天来到老人的家，老人已经服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小帅眼神空洞地走在路上，突然一只丧尸出现将他扑倒，幸亏小帅穿着防护套并没有被咬破。紧接着他用力将丧尸砸在车门上让他安息。小帅不敢想象，仅仅一头丧尸就让他差点丧命。他强忍着恶心将鱼叉从丧尸头上拔了下来。回去之后，小帅收拾好东西，带上小猫驶出了居住区。然而等他来到高速路口时，却发现这里已经被堵死，而摩托车的轰鸣声却惊动了藏在树林里的丧尸。随着造出来的动静越来越大，丧尸也越来越多。幸好摩托车的速度够快，小帅很快就将丧尸军团远远甩在身后。等他来到政府说的营地时，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，引擎声却引出了藏在帐篷里的丧尸。大量的丧尸将他团团包围，在摩托车的轰鸣下，他再次成功逃离了丧尸群的围攻。然而一个拐弯后，竟有尸体在路中间，摩托车失控栽倒在地上。他连忙去将摩托车给扶起来，却发现摩托车出现故障。小帅只能丢下摩托车向树林中跑去。他穿过树林来到了河边，但这里没有军队，也没有幸存者。好在最后一刻躲进了码头里，铁栅栏也将丧尸隔离在外面。小帅感觉被政府给耍了，他拼了命才赶到码头，却连一艘船都不给他留下。现在的他已无路可走，丧尸群随时会破开栅栏闯进来。就在这时，从远处飘来一艘游艇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小帅带上鱼枪便跳下水中向游艇游去。3秒钟后，他来到了游艇上，却发现游艇居然没汽油。然而这时船舱里传来声响，前方高能胆小的捂着眼睛看。天色渐暗，小帅开着汽艇在运河上寻找办法。此时的河面也是死气沉沉，小帅也只能漫无目的的前进，至少水上是安全的。然而没多久，
汽艇在河中央抛锚了。小帅伸头去查看，发现是一具被水泡的发白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轮船的轰鸣声，小帅挥手大声求救。可当轮船靠近小帅，才发现上面的人并不是政府的人，更像是到处烧杀抢劫的海盗。对方听不懂小帅的语言，但此时的小帅也别无选择。他们给小猫和小帅安排了一些吃的。眼前的男人是一名翻译，他介绍了自己叫维克多，又介绍旁边的帽子男是他们的船长。小帅问船老大为何不前往安全区，却被敷衍了这个问题。维克多不知对船老大说了什么，对方这才转身离去。这时维克多小声对小帅说，他刚才对船长说他是电工，没有一项特长在身上，生存在末世也只是浪费食物，而维克多是一名飞行员才被留下来。就这样，小帅在这里住了下来。半夜，小帅透过窗户看向外面，几名幸存者乘坐救生艇向货船求救。可第二天起来，小帅并没有看到昨晚那几名幸存者的身影。可小帅却在船板上发现，昨晚幸存者的救生艇和物资在船上，那么说明他们遇害了。小帅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，他抱着不安的心理再次找到维克多，想劝维克多跟他一起离开，并且他知道哪里有直升机，可以乘坐直升机寻求军方的庇护。然而他劝小帅低调点，不要闹事。当晚，小帅就偷偷走出船舱，来到外面查看情况，规划逃跑方案。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底板，果然在里面看到2名被绑着的男人。小帅立即过去给他们松绑，可男人趁小帅不注意跑出去大声呼喊，小帅也被守卫发现。刚好听到声音的维克多也走了下来，他对守卫说小帅还有作用，可守卫不听。维克多突然动手，守卫很快就窒息而亡。就在他们松掉绳子准备离开时，还是被其他守卫发现了动静。好在小帅及时启动快艇逃了出去。维克多抬起冲锋枪打掩护，但在密集的子弹下他还是中了枪。经过整整1晚，他们终于来到岸边。维克多肩膀中枪，需要快速赶往医院将子弹取出来。小帅在路边捡了辆车，向有直升机的医院开去。可当他来到医院时，一只丧尸突然出现，跳上了车。慌张之下，小帅踩下刹车，将丧尸甩飞。医院里的走廊漆黑一片。此时的维克多失血过多，就要陷入昏迷，他必须要尽快将子弹取出来。他突然察觉到通风管道里有声音传出，小帅尝试着对通风管里面喊话，幸运的是对方回应了他。小帅向对方说出来他所在的楼层，但他很快就听到后方传来丧尸的嘶吼声，一只丧尸朝小帅扑来，他快速拉开距离，一枪爆头。但传出的打斗声引来了更多的丧尸，小帅只能快速的往手术室跑去。然而等他回头看向手术台时，却发现手术台上并没有维克多的身影。一个女人突然出现，打开暗门叫小帅快进来，最终在丧尸扑上来的最后一刻关下了暗门。他在这里看到坐在地上的维克多，医院的院长也躲在这里，并且还有几个孩子。简单的了解一下维克多的情况，他们就将维克多推进房间里进行急救。没多久，小帅就看到护士走了出来，护士表示手术很成功，但需要休息2天。小帅也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。护士得知维克多是飞行员后，就将小帅带到楼顶。原来在病毒爆发前，医院将飞机移到内部的隔离区，但如今隔离区被丧尸团团包围，想要带着孩子安全通过根本不可能。第2天，小帅再次来到楼顶，他想从丧尸的包围中寻找突破点。然而这时从附近传来枪声，原来是之前货轮上的那群劫匪。小帅担心飞机会被破坏，所以他们必须要赶在劫匪发现飞机前离开这里。经过1天的休养，维克多已经可以下床走路了。然而他们很快就遇到一个无法打开的铁门。就在护士一斧子下去后，一只丧尸直接冲了出来。反应过来的小帅直接上去拽起丧尸，紧接着护士2斧子将丧尸解决。院长被咬伤了，他说了一句保护好孩子后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众人很悲伤，他们来到医院的仓库，此时只要躲进最后那扇门里面，他们就可以暂时脱离危险。这个过程很顺利，然而一只丧尸嗅到了他们的气息。就在小帅带着孩子准备通过时，丧尸突然撞倒货架冲了出来，很快丧尸就将柜子团团包围，眼看柜子就要被打开，突然传来枪声，将所有丧尸射杀。没一会，外面就陷入安静之中。原来是2名劫匪找到了这里，顺手将丧尸清理掉，发现没有可用的物资后便离开。就这样，他们有惊无险地来到最后一扇门。通过这100米的路程，也是这次逃生最大难题。小帅突然想到了一个或许能让他们安全通过的方法。很快，他们做出了一个隔离网，将孩子藏在下方的货架里，向着飞机的位置慢慢挪去。他们的出现并没有吸引到丧尸的注意，但意外总会发生。地上的铁片被轮子碾压，发出刺耳声响。紧接着，所有的丧尸都向他们扑来，他们边打边前进。经过10几分钟的拼命搏斗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铁栏边。维克多立即跑去启动飞机，他们分工明确，很快就将丧尸隔离在外面。此时已经有几个丧尸爬了进来，小帅只能下飞机去将丧尸斩杀。这时飞机也成功启动，然而如此大的动静将那群劫匪引了过来。面对荷枪实弹的劫匪，小帅也只能乖乖举手投降。小帅回过头看到维克多示意的眼神，他一咬牙决定豁出去了，一斧子将铁门的锁链劈断。面对突然袭来的狮群，劫匪们很快就乱了马脚。
维克多趁机启动直升机，小帅抓住梯子快速爬上去，在最后一刻成功拉高，小帅安全地爬上了飞机。在飞机上，小帅接到了姐姐的电话，小帅激动地向姐姐表示自己正在去军事基地的路上，然而姐姐却惊恐地尖叫起来。紧接着2架战斗机从他们头顶飞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